咖啡香气。这家咖啡馆的香味真是太棒了。我喜欢清晨的香气，这是开启美好一天的最佳方式。这让我感觉非常警觉，随时准备就绪。你喜欢喝黑咖啡还是加奶咖啡？我喜欢加一点糖的黑咖啡。我喜欢咖啡上有很多泡沫。这家咖啡馆每天都自己烘焙咖啡豆，每一口都能品尝到它的品质。我喜欢这里安静的氛围。这里是读书的好地方。我今天在读古罗马工程方面的书籍。听起来这真是一个很难研究的课题。这真的很有趣，也很有意思。我更喜欢读现代推理小说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书喜好。我们应该点一小块蛋糕吗？柠檬蛋糕配咖啡很不错。我会去柜台点餐。我会帮我们预留座位。第二课，春之花园。天气变得非常温暖晴朗。春天里，我喜欢园艺和观赏各种活动。观赏鲜花盛开是一件非常令人愉悦的事情。我正在种植红玫瑰和黄郁金香。它们夏天会非常漂亮。今年你打算种菜吗？我种了绿莴苣和大番茄。自家种的食物比超市买的食物好吃得多。这还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。我喜欢挖土这种体力劳动。这是保持活力的好方法。大自然现在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美丽的色彩。我会帮你搬那些重果。谢谢你一直以来都是个好邻居。我们应该在秋季分享收获的果实。我会用你的西红柿做个沙拉。我要用这些浆果做一个馅饼。约翰，今天鸟们的歌声特别响亮。他们很高兴，冬天终于过去了。第三课，同等学分。本文探讨了该办公室的历史。一些能力很强但薪水极低的女性掌控着局面，而其他人却无法处理案件，获得信贷和赔偿。那在过去是个非常大的问题。如今，这在一些公司仍然是个问题。每一位劳动者都应该获得与其付出相符的公平报酬。天赋应该是成功的唯一因素。我们必须为各个专业领域的平等而奋斗。在现代社会，女性往往是领导者。领导力应以技能和成果为基础。我想为一家公平的公司工作。申请前，你应该先了解他们的政策。我会在面试中询问薪酬差距问题。这是一个非常勇敢且必要的问题。当人们大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时，改变就会发生。
在工作中，我们必须互相支持。我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经理。你非常适合这个角色。我会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成功属于那些为人正直的人。第4课，旅行的烦恼。我在这座城市待得太久了。嘿，你有没有想过计划一次旅行？是的，我一直很想去旅行。你想去哪里？你想去哪里度假？我想去看看意大利的古城。罗马和威尼斯都非常美丽，而且历史悠久。我想吃真正的意大利面和披萨。这些建筑的历史也十分引人入胜。我们可以趁暑假一起去。我们需要攒点钱买票。我会在银行开一个旅行基金账户。旅行能让我们了解很多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。这是拓展思维的最佳途径。我们应该乘火车还是飞机出行？乘坐火车穿越欧洲非常浪漫。我们可以看到群山和绿色的田野。我今晚会找一家便宜的酒店，确保它靠近市中心。我非常兴奋能开始这段冒险之旅。我们应该买一本旅行指南。第5课，河流分层。这个峡谷的岩壁非常高。河流向下流淌，穿过多层岩石，切割出砂岩和石灰岩层，塑造出独特的形状。百万年来，这股水的力量非常强大。大自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师。你可以看到岩石的不同颜色。红色和橙色涂层非常鲜艳。它就像一本用石头铸成的历史书。我们在边缘附近必须格外小心。这条路很窄，而且很滑。我能听到流水声。这是一种非常舒缓身心的声音。我想触摸冰冷的河水。小心别掉进溪流里。我会待在大石头附近。我们应该把这个景色拍下来。阳光直射进峡谷。这是我所知道的最美的地方。与这些悬崖相比，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。它提醒我们要尊重自然世界。第6课，坚定的希望。这座城市有着一段漫长而悲惨的历史。这座被围困了18年的城市依然充满活力、力量、希望和决心。这里的人们从未失去过顽强的精神。他们亲手重建了家园。它是人类生存和力量的象征。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勇气和和平。现在街上又充满了生机。孩子们在绿树成荫的公园里玩耍。这与过去截然不同。
自由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。我们绝不能忘记战争的代价。教育有助于预防未来生活中的冲突。我想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全世界。你应该为报纸写篇文章。我将采访镇上的老年人。他们的故事对我们的孩子来说非常有价值。我们必须保护这个地方的记忆。希望就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。这座城市的活力令我深受鼓舞。第7课，保持专注。这个月我们有很多任务要完成。是的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时间表有助于我们按计划进行。欢迎提出任何建议。我们应该先完成最困难的任务。这样我们就有更多时间处理细节了。我会把这项工作分配给我们最优秀的团队。我们必须每周一开会，检查进展情况。沟通可以避免日后出现重大错误。我们有足够的预算来开展这个项目吗？我已经向主任申请追加资金。我们必须谨慎消费。质量比速度更重要。我同意，我们应该把事情做好。你能在周5之前准备好最终报告吗？我会加班完成这份文件。不要工作太辛苦，保持健康。我将稍作休息，吃个午饭。平衡对于长久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。我相信我们这次一定会成功。我们的团队非常聪明，能力也很强。第8课，宠物片。这家店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。护肤品也在这个区域，甚至还有宠物用品区。我需要买一些有机洗发水。我需要一把新梳子给我的黑猫梳毛。他们也有很多不同品牌的狗用品。我的猫只喜欢柔软的木质刷子。看看这些色彩鲜艳的鸟玩具。人们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自己的宠物。对公司而言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。我会给我的猫买一些健康的零食，确保它们不含糖。它现在正在严格控制饮食。我去找找润肤露。我更喜欢纯天然的产品。天然产品更适合敏感肌肤。我稍后会在宠物用品区等你。我想看看小型鱼缸。金鱼很容易饲养。我喜欢会说话的宠物。第9课，异国甜点。我喜欢尝试不同国家的特色美食。在国外咖啡馆吃过的最难忘的甜点是什么？我在巴黎吃了一块热巧克力蛋糕。约翰，它很甜很香吗？这是我尝过的最好吃的东西。
我在一个小城市里吃过蜂蜜糕点。土耳其糕点以其香甜的口味而闻名。我一边看日落一边吃了它。风景优美时，食物也更美味。我想学怎么做。你可以在网上找到食谱。我得先去买些特殊的香料。我们应该在公司办个甜点派对。那真是个绝妙又美味的主意。我会从比利时带黑巧克力来。我会从日本带来甜茶。大家都会对食物非常满意。分享食物是分享文化的一种方式。它以一种美好的方式将人们聚集在一起。第10课，一起唱歌。我想找一首新歌在我的音箱上播放。有没有哪首歌总是让你忍不住想大声跟着唱？我一直很喜欢唱80年代的经典摇滚歌曲。这些歌曲在聚会和庆祝活动中非常受欢迎。它们节奏感强，旋律非常动听。我喜欢节奏快的现代流行音乐。很多人喜欢跟着著名电影原声带一起唱歌。这是真的，因为歌词很容易记住。你会在淋浴时唱歌，还是在车里唱歌？我开车时通常会大声唱歌。这是缓解一天工作后压力的好方法。音乐具有改变我们情绪的特殊力量。有些歌让我感到非常快乐和充满活力。其他歌曲节奏舒缓，让我感到十分平静。我想找到一首人人都知道、人人都喜欢的歌。我们应该选择一首目前在排行榜上流行的歌曲。那真是个好主意，我们下午可以去公园玩。让我们搜索一下热门歌曲播放列表。我现在就按下播放键。第11课，健康食谱。你今天的午餐闻起来非常美味新鲜。我很乐意与你分享这个食谱，当然，它是用西葫芦做的。我看到你还加了一些黄椒和洋葱。这是一道非常简单但又非常有营养的菜肴。你做饭时使用特定类型的油吗？我更喜欢用特级初榨橄榄油，味道更好。我想学习如何在家烹饪更多种类的蔬菜。你应该先从像这样的简单食谱开始。烹饪前需要给西葫芦去皮吗？不，最好保留果皮，因为果皮里含有维生素。我明天要去市场买些新鲜蔬菜。你还可以加些大蒜，让味道更浓郁。大蒜对心脏和血液非常有益。我喜欢在厨房里尝试使用不同的香草。这道菜用的是新鲜罗勒还是干罗勒？新鲜罗勒为这道菜增添了清新宜人的香气。看着你做饭，我都觉得饿了。现在我给你一小块尝尝。
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蔬菜菜。第12课，机场自助服务终端。我们必须抓紧时间，因为我们的航班还有2个小时就要起飞了。你们打印登机牌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可以在自助值机亭办理值机手续。这比排长队快得多。我们只需要在机器上扫描护照即可。我希望我们在飞机上的座位是相邻的。我们可以通过触摸屏选择座位。我喜欢靠窗的座位，可以欣赏白云。我喜欢靠过道的座位，这样活动起来更方便。我们现在需要为沉重的行李箱付费吗？我们的门票包含每人1个行李袋。机器现在正在打印白色纸质标签。我们必须把它们系在包的提手上。现在我们可以去那边的行李托运柜台了。今天早上安检队伍看起来很长。我们应该抓紧时间，这样才有足够的时间喝咖啡。长途飞行前，我总是感到紧张。不用担心，我们会准时到达。我会查看大屏幕上的登机口号码。我们的登机口是北翼的12号。第13课，古代战士。这幅画描绘了当地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。图中展现了一支由1500名勇士组成的庞大战队，正在向他们的宿敌进发。他们传统服饰上的细节非常令人印象深刻。这些战士以其非凡的勇气和技艺而闻名。冲突是古代世界生活中常见的组成部分。他们为了保卫家园和家人而战。历史往往是由这些战役的胜利者书写的。研究双方的观点很重要。这个展览每天都吸引着许多学生和历史学家前来参观。我觉得古代的战争策略非常迷人。他们利用自然地形躲避敌人。沟通也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。你认为现代人能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教训吗？我们可以了解和平与外交的重要性。这些文化中有很多至今仍然生机勃勃。他们通过故事和艺术来传承自己的传统。我将为这个展览撰写新的描述。务必写明和平条约的签订日期。该协议签署于1850年。第14课，合适的工具。我需要修理厨房里的这张旧椅子。我可以帮你找到合适的工具，当然，你具体需要哪些工具呢？先生，您今天具体需要哪些工具？我想我需要一些强力木工胶和一把锤子。第3排货架上有好几种胶水。椅子上的木头很硬还是很软？它由实心橡木制成，所以非常重。你还需要一些小钉子来增加牢固度。
我希望修补痕迹完全看不出来，而且非常干净。你应该用家具把木头固定在一起。浇水需要多久才能完全干透？办理全额保湿手续大约需要24小时。我还会买些砂纸来打磨边缘。我们有各种粗细的砂纸。我对体力劳动项目不太有经验。这是学习一项新的实用技能的好方法。我希望我不会让椅子比以前更糟。请耐心按照包装上的说明操作。感谢您今天提供的专业建议。第15课，保持活跃。你早上总是精力充沛。我尽量保持活跃，你呢？我知道找到合适的活动并不容易。我知道抽出时间去健身房很困难。我每天早起跑步。我喜欢在上班前多睡1个小时。即使是短暂的散步，也能让你感觉更加清醒。我每天都要在办公桌前坐8个小时。每隔60分钟应该站起来伸展一下身体。下午工作结束后，我的背部经常感觉很僵硬。运动可以帮助增强核心肌群。你周末会参加任何团体运动吗？我和一群当地朋友一起打网球。我年轻的时候踢过足球。你应该加入俱乐部，结识新朋友。我担心我现在速度太慢，不适合运动了。开始运动永远都不晚。我今晚会尽量出去散散步。天气非常适合在公园散步。我会邀请邻居来我家做客。第16课，人力资源面试。安娜，你今天看起来非常专业，也很有自信。我对这个绝佳的机会感到有些紧张。太好了，你知道谁会进行面试吗？是的，我被告知是人力资源部。是的，我被告知会是人力资源经理和总监。你应该准备一些关于公司文化的问题。我已在网上查阅了他们的最新项目。记住要清晰的说话，并保持良好的眼神交流。我会尽量保持冷静，如实回答。他们正在寻找具备你这种特定技能的人才。我希望他们能认可我在项目管理方面的经验。您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。如果他们问起我的薪水，我该怎么回答？根据你之前的职位经验，给出一个薪资范围。我想向他们展示我充满动力。你的积极态度会让他们非常明显的感受到。面试将于10分钟后准时开始。深呼吸，相信自己。我现在可以去办公室了。我会在这里等好消息。第17课，
酒店客人。我在屋顶上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游泳池。仅限酒店住客使用，这可以理解。我可以自带行李吗？我可以自带毛巾到泳池区吗？我们会在门口为所有客人提供干净的毛巾。健身中心24小时开放吗？是的，您可以随时使用健身房。我想在早餐前使用跑步机。健身房的日出景色非常美丽。我需要特殊的钥匙才能进入这个区域吗？您只需要使用房卡即可。请问是否有培训师可以帮忙操作这些器械？教练从早上8点一直到中午都在。我喜欢独自在安静的地方锻炼。晚上健身房通常都很空。我今晚商务会议结束后会去那里。请务必穿着合适的运动鞋。这次旅行我带上了我最喜欢的跑鞋。我们还设有桑拿房，供您放松身心。听起来这是结束一天的完美方式。第18课，舒适的小屋。我想在原始森林里待一段时间。公园内提供舒适的小木屋出租。小木屋里有小厨房吗？是的，他们有炉灶和大冰箱。我们可以自己做饭，省点钱。这里还有一个壁炉，供寒冷的夜晚使用。听起来既轻松又浪漫。我们应该至少提前1个月预订小木屋。公园在夏季非常受欢迎。附近有湖泊，可以游泳和钓鱼吗？附近步行不远就有一个清澈见底的湖泊。我想去山间小径徒步旅行。我们必须带上地图和急救包。森林里有野生动物吗？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鹿和许多色彩斑斓的鸟类。我会带上望远镜，以便看得更清楚。我会带吉他到篝火旁弹奏。那将是一项非常有趣的活动，大家都会乐在其中。我现在就去网站上查看是否有货。第19课，美术馆。今天有一个新的艺术展览开幕。我们去看看吧。当然可以，为什么不呢？你知道他们有没有吗？你知道他们那里有没有现代艺术收藏吗？告示牌上写着，他们正在展出当地摄影作品。我喜欢看城市风景照。周3学生可免费入场。那太好了，因为今天是星期3。让我们进去欣赏一下这些创意作品吧。这家画廊的灯光非常专业。我喜欢墙上那些大幅黑白照片。他们很好的捕捉到了街头的氛围。你能认出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吗？
我相信他是这座城市里一位著名的记者。他的作品极具震撼力，也饱含情感。我想买一幅小幅印刷品放在办公室。你应该向经理询问价格。我将前往房间后面的桌子。我会留在这里看看肖像画部分。我发现艺术对我的创作非常有启发意义。第20课，电影零食。我已经为电影放映布置好了休息室。太好了，看电影的时候吃点零食总是很不错的。我买了一些咸味爆米花和巧克力棒。我们的汽水够所有朋友喝吗？冰箱里有几瓶冰镇姜汁汽水。我们也应该选择一些健康的食品，比如水果。我会把苹果和橙子切成小块。我们今晚要看哪部电影？大多数人投票支持这部新的科幻电影。我听说特效非常精彩。我喜欢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的电影。这部电影以其深刻而复杂的主题而闻名。希望大家都能准时到达开始。我现在就给群聊发个提醒。这部电影时长2个半小时。中间我们需要短暂休息一下。我会架设投影仪和屏幕。这个房间的音响效果非常好。我随时准备开始演出，只要你准备好了。第21课，旅行方式。科技改变了我们环游世界的方式。亲戚朋友们，人们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出行。有些人更喜欢现代喷气式飞机的速度。有些人则喜欢传统船舶的慢节奏。火车是连接各大城市非常受欢迎的交通工具。它们对环境也更加友好。在一些国家，人们仍然骑马出行。那是一种非常传统、自然的移动方式。在繁忙的城市里，自行车正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出行选择。它们有助于减少交通拥堵和污染。你曾经乘船去过其他国家吗？我曾经乘渡轮去过希腊的一个小岛。蔚蓝的大海景色非常美丽。巨浪让我感到有点恶心。长途旅行最便捷的交通方式是航空旅行。但节假日期间，价格可能会非常昂贵。我们应该选择最可持续的旅行方式。步行是探索一座新城市的最佳方式。街头巷尾隐藏着许多细节。第22课，最佳优惠。航班价格每分钟都在变化。有时，但并非总是如此，你应该同时查看两者以获得最佳优惠。我们应该先看看廉价航空公司吗？他们通常价格更便宜，但会有很多额外费用。我们还得查一下行李的费用。
有时主要航空公司的总价会更优惠。我找到了一张下周2的超便宜机票。这趟航班是直飞还是中转？它会在另一个城市停留3个小时。那将使我们的旅程变得非常漫长。但我们每人可以省下$200。我认为这是值得多花些时间的。我们应该现在就订票。等等，我们得先查一下酒店价格。我会在浏览器中打开另一个标签页。那个城市的酒店很贵。或许我们可以在郊区找到更便宜的房间。我们可以乘火车去市中心。那真是个省钱的好办法。第23课，安全流程。我们今天和主任有约。问题在于，配合安全流程至关重要。我会向警官出示我的身份证。我们还必须把行李放进扫描仪。我需要摘下金属腰带和手表吗？是的，任何金属都会触发刺耳的警报。这栋楼的安全规定非常严格。必须保护里面的人。我理解并尊重安保团队。警卫正在核对名单上的名字。我们获准进入主电梯。我们的会议地点在45楼。我希望导演已经准备好听我们的汇报了。我们已准备好所有必要文件。我对这个大项目感到有点紧张。你应该自信，因为你是专家。谢谢你的鼓励和支持，安娜。我们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。让我们面带微笑地走进办公室。第24课，零售业的影响。很多人喜欢大型商店的低价商品。匹配拨款推广，所以沃尔玛有什么不好呢？主要的抱怨是他们的业务。他们的生意往往会损害当地小商店的利益。这是对大型连锁店非常常见的批评。他们为当地社区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。但这些工作的工资通常很低。大型商店也提供种类繁多的商品。所有东西都集中在一个地方，非常方便。竞争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组成部分。但竞争必须对每个人都公平。你喜欢在大型零售商场购物，还是在本地商店购物？我尽可能的支持小型企业。有时价格差异太大，不容忽视。我重视产品质量和个性化服务。政府应该帮助保护小型商店。这是一个当今极具争议的政治话题。我们必须找到平衡经济的方法。科技也在改变我们现在的购物方式。网上购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项新的挑战。
第25课，创意之家。我这周末想开始一项新的爱好。嘿，你有没有在家尝试过什么创意活动？我考虑过画画或者演奏音乐。绘画是表达情感的一种绝妙方式。我不太擅长画写实的东西。你可以尝试色彩鲜艳的抽象艺术。听起来很有趣，压力也小。你只需要一些画布和丙烯颜料。哪里可以买到最好的美术用品？市图书馆附近有一家小商店。我还想尝试烹饪一些复杂的菜肴。烹饪是另一种极佳的创造性表达方式。我打算尝试做一道传统的法国菜。你应该邀请我来品尝你的作品。我很乐意举办晚宴。亲手制作东西很有成就感。总比整晚看电视强。我同意积极参与活动会更有成就感。我下班后会去美术用品店。第26课，挑选礼物。我想给妹妹买一条漂亮的裙子。您能帮我挑选一些吗？当然，您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一款既优雅又简洁的款式。她喜欢鲜艳的颜色还是深色？她通常穿蓝色或深绿色的衣服。这条丝绸连衣裙的蓝色非常漂亮。我觉得这个尺码对她来说可能太小了。我们应该查看墙上的尺码表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会选择中号。你也应该看看这些银项链。一条项链会是非常完美的搭配。这是一份非常经典且永不过时的礼物。今天新客户有折扣吗？首次购买可享9折优惠。对于这个品牌来说，这笔交易非常划算。我会帮你找一个漂亮的礼盒。礼物的包装是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我会加上一条丝带和一张小卡片。安娜，你很有时尚眼光。第27课，学校观点。学生报纸今天发表了一篇新的社论。这些社论有时会对学校和世界提出反对意见，反对学校的办学方式。让学生拥有发言权非常重要。言论自由是我们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有些老师不喜欢评论文章。他们应该欢迎学生们的诚实反馈。该报报道本地和国际新闻。它帮助我们了解重要议题。你想为他们写篇文章吗？我想写一些关于环境政策的文章。这是一个非常热门且重要的话题。我将采访校园设施负责人。你也应该和学生领袖们谈谈。
我想呈现一个非常平衡的观点。新闻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和追求真相。向公众传递信息是一项重大的责任。我会帮你修改初稿。感谢您的支持和时间。我相信你的文章会产生影响。第28课，释放出来。这些舞者充满激情和活力。他们需要把情绪释放出来，我们有这样的人是件好事。艺术是释放强烈情感的绝佳方式。它让城市感觉更加生机勃勃，充满活力。人们应该有公开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。我希望自己有勇气在公共场合跳舞。你可以先从在家跳舞开始。我独自在房间里的时候会跳舞。这是缓解压力的一种健康方式。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发挥创造力的途径。有些人写诗，有些人弹吉他。这些舞者非常有才华，也很勇敢。他们正与全城分享这份礼物。他们周围开始聚集了一小群人。我会给他们一些报酬作为表演酬劳。这是一个非常友善和支持的举动。艺术家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能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我们应该鼓励学校里有更多的创造力。我同意，艺术对人类至关重要。第29课，人类的同情心。我们必须关心世界各地的人们。这使我们的同情心扩展到所有那些有类似遭遇的阿根廷父母。所有在冲突中失去孩子的父母。无论国籍，我们所遭受的苦难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应该倾听这些家庭的故事。同理心能帮助我们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。我们如何帮助那些远在他乡的人们？我们可以向提供医疗援助的慈善机构捐款。我们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信息。每一个微小的行动都能为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。伸张正义是我们每个人的全球责任。我们必须为那些无法发声的人挺身而出。同情心是连接我们所有人的桥梁。我与这项事业有着非常强烈的共鸣。我们将在大学组织一次筹款活动。这是一种非常实际的提供支持方式。我现在就联系当地的学生组织。我们可以携手合作，产生真正的影响。从很多方面来看，人类就像一个大家庭。第30课，健康食品杂货。我正在寻找今晚晚餐所需的特定食材。是否有无麸质产品专区？有的，就在右侧健康食品区附近。那很有帮助，因为我想避免使用小麦粉。如今，许多人为了健康而选择无麸质食品。我注意到这些产品的种类正在迅速增加。
这家店现在有无麸质意面，甚至还有新鲜面包。我们还应该买一些有机水果和蔬菜。它们位于入口附近的第一条通道内。你觉得我们需要买什么特别的零食吗？我们去找些米糕或者坚果吧。这些都是清淡健康下午茶的绝佳选择。我们必须检查标签，看是否含有隐藏的糖或盐。养成阅读标签的好习惯。它能帮助我们准确了解自己每天吃的是什么。我很高兴这家店把健康食品摆放得这么好。它让购物体验更加快捷愉快。现在清单上的东西都齐了，就差水了。水瓶在最末端的货架上。我去买一大包，够用1周的。